满眼是光的小奇迹竟变得不爱笑了。王奶爸调岗更换场地对他的影响有多大？小奇，好久不见，小奇迹，乖乖，小奇迹，看你，没事，我来陪你的。仔仔还没从王奶爸调岗的悲伤走出来，又换到隔壁紫嫣大叔的院子里。虽然新场地绿树成荫比以前的大，可小奇迹却怎么也笑不出来，满心满眼都想着离开的王奶爸。他躲在小角落，怯生生的小眼神，又仿佛回到半年多前刚回国的模样。还好郎奶妈在小奇迹的身边，她用一声熟悉的呼喊，给郁郁寡欢的仔仔带来一丝安慰。谁还记得小奇迹前几天的调皮模样？其实他之所以变化这么大，还是因为王奶爸曾经给他带来了满满的安全感。都知道仔仔刚回国的时候被迫和爸爸妈妈分开，美香天天搬到都江堰基地养老后，小奇迹没多久就出门营业。第一次独自面对粉丝游客的他紧张不安，大多数时间都躲在角落，小眼神里全是紧张不安。王奶爸只能日夜守护在孩子身边，不仅大白天陪着好蛋儿上班，时不时的投喂零食，晚上还守在小窗口陪孩子唠嗑，让孤身一雄的仔仔体会到前所未有的温暖。奶爸为了给小家伙练胆子，还经常在仔仔面前劈竹子。久而久之，听习惯剧烈声响的小奇迹，非但不会畏畏缩缩，还能兴高采烈地模仿老王劈竹子的姿势。小奇迹因为没有安全感，还经常吃邻居紫嫣大叔的醋。只要奶爸去隔壁院子打扫卫生，这小子就气到疯狂拆家。看似严肃的王奶爸，也时刻在乎好蛋儿的感受，直接拿来竹笋窝窝头哄孩子。除了照顾小奇迹的情绪价值之外，奶爸在吃方面一点没亏待孩子。宝贝一回国就被他追着吃营养品，难怪小奇迹的体重变化这么大。回国不到半年的时候就胖了10几斤。在王奶爸日复一日的溺爱下，小奇迹不仅性格开朗，还越来越依赖他。前段时间老王去产房照顾新生儿，好几天见不到奶爸的小奇迹伤心极了，整天望着奶爸开车路过的小路，最爱的小苹果和竹子也没有任何胃口。只是几天没见小奇迹都这么大反应，不敢想象如今的他该有多难过。看到中心奶爸近身接触待宰的萌萌，才发现在爱里长大的孩子有多亲人。要知道萌萌还是个新手妈妈，不适应带娃生活，中心便指派陈安发奶爸去配合长隆饲养员伺候她坐月子。本以为萌萌会排斥这位陌生奶爸，毕竟刚生完仔仔的她母性极强，一不小心的动作就能伤害到饲养员。可一人一熊仅仅相处不到1个月，陈安发就能去产房近距离安抚她。面对奶爸的安抚，萌萌还满脸享受，甚至想要和对方进一步贴贴。靠着我，别靠着我。别看到我，萌萌说我要抱抱。陈奶爸都被耍赖撒娇的他整无语，没想到当上妈的萌萌不想着抱娃，一心只想被饲养员抱着。可以看出陈奶爸已经取得萌萌100%的信任，或许从小被爱包围的熊猫才会这么亲人吧。要知道萌萌可是家里的老大，他还有酷酷帅帅2个弟弟。二大梁奶爸非但不会重女轻男，还将萌萌当成亲闺女去养，嘴上说着对方是土匪猫，可他言语之间全都是对孩子的宠物。萌萌小的时候就是一个土匪猫哈。小时候的萌萌还总喜欢熊扑饲养员，奶爸本想来帮闺女摇秋千，结果被萌萌突如其来的爱意给吓到了。不过对萌萌来说，若不是奶爸全心全意的照料，他怎么可能这么信任对方？等到亲手养大的闺女成为宝妈后，大梁奶爸更是对萌萌无微不至，不是疯狂投喂竹子窝窝头，就是满脸宠溺注视着对方的一举一动，仅仅是一个背影也能让他这么开心。然而奶爸兴奋之余还很心疼闺女，每天都要给萌萌按摩缓解压力，因此萌萌每次带娃的时候，他都得想方设法哄着闺女去看孩子。难怪大梁奶爸能毫无顾忌的近身，即便是来到内舍从闺女怀里偷走仔仔，萌萌丝毫不生气，甚至还拱手相让。就连奶爸进去打扫卫生，这小妞非但没做出任何的警惕行为，还主动侧着身子方便奶爸擦地。当萌萌抱着孩子呼呼大睡时，奶爸也要偷偷摸摸前来，只为看看母子俩有没有好好休息。比亲妈萌萌还要在乎熊猫宝宝，久而久之萌萌也不愿意带娃了，不是将幼崽扔到地上睡觉，就是满脸委屈巴巴的求助奶爸帮忙。难怪都说大梁奶爸的宠爱就是萌萌肆无忌惮偷懒的资本。看到虫洞外公和莽小五的有爱日常，才发现国内从不缺好的熊猫饲养员。这天莽小五肚子饿得咕咕叫，仍不肯回家，非要躺在木架上等外公叫他。看到对方后，小五立马乖乖滑下来。此时爷孙俩的眼神一个比一个深情。如今的莽小五已经胖到抱不动了，可宝贝还是喜欢撒娇求抱抱。外公无奈之下只能满脸宠溺抱着小外孙，只可惜没走2步就把自己累得不轻。谁还记得莽小五刚出外场的时候，可是被外公放在盆里端着的。爷孙俩的相处模式像极了当年照顾莽仔的时候，母子俩都是他心尖尖上宠爱的孩子。即便当初熊猫的热度很低，可外公依旧将滚滚们养得一个比一个幸福。莽仔小时候经常被他抱在怀里，虽然如今晋升成辣妈，可外公对他的爱意也是一点也不少。当外场下雨，莽仔坚持营业时，外公担心闺女明知道晋升有危险，还是会义无反顾的去外场收猫。一向懂事的莽仔也不会伤害奶爸，本想营业的他还跟着对方乖乖回家。二顺同样是外公带大的孩子，这小妞留学前的那段时间被他宠上了天，或许是因为外公太爱闺女了。
二顺就连上下班都不用脚沾地，每次都是被他亲手抱着回家。如今的二顺都已经10多岁了，可她还是外公眼中的小女孩。即便自己不负责照顾二顺，可外公还是会时不时的来看望孩子。父女俩还能无障碍沟通，正因为这份爱意，让他爱屋及乌，把宠溺倾注到二顺的孩子们身上。当于可于爱坐在秋千上的时候，外公会拿着一大盆果果哄娃，给两小只投喂的同时，也不忘摇秋千。看向孙子孙女时，更是满脸慈爱，并且每次两小只遇到危险的时候，外公也是最着急的那个。这天于可玩木架差点掉下来，是他冲上来使出洪荒之力扶住孩子。大壳子不顾危险玩竹子桶时，外公深知熊猫有领地意识，依旧会第一时间抢走外孙的竹筒。临走还不忘摸摸脑壳安慰对方，而于爱不小心从木架上摔倒后，可把外公给心疼坏了。摸摸孙女脑袋，这一幕无比治愈。莽晨晨、莽星星兄弟俩也被外公宠爱，平日里不是充当体育老师，带着2个小家伙跑步锻炼身体，就是拿着水管帮他们冲澡，可把一大把年纪的外公给忙坏了。即便兄弟俩如今换饲养员照顾了，可外公的爱却是一点不少。莽晨晨不愿意出门称体重时，还是外公亲自出马去哄这小子的。难怪都说他把大半辈子都献给了国宝，外公用几10年如一日的爱护，证明了国内饲养员有多好。奶爸奶妈带娃的差距究竟有多大？爱撒娇的咸咸仔被不解风情的老爹薅成了兔子。最近咸咸仔的亲奶妈休假回家，只好将孩子委托给保利的奶爸照顾。本以为会是父慈子孝的画面，哪曾想奶爸丝毫不被咸咸仔的美色迷惑，擦个嘴都快把孩子的头套扯下来了。第一次见到咸咸仔用手拒绝的样子，难怪都说爹养娃有点糙，即便是玩个水他也要欺负娃。咸咸仔使出吃奶的力气也够不到水，只好原谅奶爸1秒钟，用可怜巴巴的小眼神求助起来。对方非但没听进去，还拿着水管逗孩子。此时的奶爸笑得有多开心，咸咸仔的内心就有多无语。小家伙还一不小心摔了个屁墩，他才不想受这窝囊气，直接离开现场，留下个落寞的小 baby。心想奶爸坏你遛狗了，只能说直男是养仔一养一个不吱声。谁还记得咸咸仔是以撒娇出名的？这小子在奶妈面前就是妥妥的粘熊精。正常小熊整天想着干饭耍宝，只有他800个心眼子全用在抱奶妈。先抱一下是不是？啊，我抱一下，抱一下，对了没？可以了哇。硬是天天要抱一下才行。谁家小熊躺在奶妈怀里开心到眯眯眼，而他爱撒娇也不是没有原因的，毕竟奶妈带娃是真温柔，给宝贝洗脸都是小心翼翼的，抹完还得附加一个抱抱哄哄好大人。这一套放在咸咸仔身上能不迷糊吗？这小子还总喜欢和奶妈深情对视，拉着对方的手用眼神交流，宝贝嘴里还嘟囔嘟囔的。没想到咸咸仔对奶妈有说不完的话，他还趁机一点点靠近奶妈，感觉小家伙下一秒就要亲上去了。只能说如果熊猫会说话，估计咸咸仔一天得喊800遍妈妈。这天奶妈拿着笋笋块投喂孩子，可咸咸仔丝毫不放在心上，一个假动作就将小零食扔了出去，还一头扎进怀里和对方贴贴。宝贝开心到嘴角都克制不住了，这狐妹子样估计连她老姐都看不下去了。蕊蕊仔每次被奶妈投喂时，她都要踩着姐姐凑上来撒娇，不知道这小子是不是吃醋了。奶妈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就被亲了好几口。有嘞，有嘞。得亏咸咸仔是堂堂国宝，不然对方都得告被熊非礼了。奶妈的宠溺给孩子带来安全感，奶爸又拉着娃独立，不敢想象双向发展的咸咸仔，等到长大后会迷倒多少你。在长隆动物园才是宠娃天花板，园长豪掷几10万为酷酷升级小火车。酷酷的蒸汽小火车一开，全世界的熊猫都投来羡慕的眼神。毕竟他开火车的同时还能做个美容，知道地方藩王都过着神仙日子，但没想到酷酷这么奢靡，估计京城的萌兰看到后都想削翻了。而帅帅的礼物就更过分了，园方直接斥巨资送给他一个咖啡杯。帅帅已经对这个场面见怪不怪了，没见过世面的游客尖叫时，这小子却坐在新玩具上一脸淡定的干饭。不过这对于一向宠娃的长隆来说远远不够，没过几天就找来专业人员画画，原本简简单单的不锈钢的咖啡壶，直接化身童趣满满的大型游乐园。网友想给自家孩子安排一套，结果饲养员的一句话让他瞬间淡定，1万就是比我们3个加起来1年的工资还要多。最好笑的还得是国庆的玩具，长隆直接给他安排上龙椅和龙塔，简简单单吃个下午茶都有小单间，以至于这小妞对自己的身份没有认知，还以为自己生来就是要当皇帝的。圣上有旨，有本奏来，无本退场。更别提大公主萌萌的生条件了，纯竹帘公主床也就算了，就连干冰也要安排上。不知道的还以为熊猫馆宛如仙境呢。
前段时间萌萌还生下一个女儿，这可把长隆给高兴坏了，直接抢占各大地铁的广告位，只是为了把这个好消息昭告天下。就连广东人坐月子必备的猪脚姜，园方也要给大公主安排上，路过的游客都能免费领取一份，红鸡蛋也要挨个送给姨姨们。原来这就是身为国宝千金的排面。滚滚们的下午茶时间也是创意满满，胡萝卜凤爪茅台是基础，还能1比1复刻爱豆跳舞。没想到饲养员在下午茶方面也这么卷。炎炎夏日，其他熊猫不是抱着冰块降温，就是泡在小水池喝着冷饮。本以为这就是享受夏天的天花板了，而长隆再一次刷新粉丝对毫无人性的认知，10几万的冰床说买就买，滚滚们趴一整天都不会不舒服，完全不用担心融化粘毛。毕竟这可是专家根据熊猫的身体结构特意研究出来的小型制冷剂，难怪冰床这么造价不菲。即便如此，长隆也没有抠抠搜搜的，每个大熊猫都有好几个大冰床换着躺，但是冰床方面就花了几百万。不得不说，长隆在宠娃这方面真的毫无人性。咸咸仔和蕊蕊仔不愧是最强姐弟，撒娇男熊与干饭女王的区别有多大？这天奶爸奶妈给2小指拿来花环，咸咸仔戴上后岁月静好，眨眼的这一刻像极了在讨小鲜熊。哇，我的咸仔！现在还是乖的，看看。反观另一边的独立女熊蕊蕊仔，对她来说花环中看不中用，只会影响这小妞埋头干饭的速度。宝贝不是一秒甩掉花环，就是化身小影后让对方自由掉落。奶爸奶妈都被蕊姐整无语了。咋了嘛？他不喜欢花。毕竟蕊蕊仔可不是那种娇滴滴的狐妹子，看不上弟弟那套撒娇大法。手握独立大女主剧本的她深谙干饭才是王道，甚至有时蕊蕊仔都不理解弟弟的脑回路。奶爸只是帮自己擦了擦脸，咸咸仔就开始倒地不起，直接撒娇耍赖，像是在说你为啥不给我擦脸啊。此时在一旁看呆的姐姐内心 OS， 我也不知道怎么的，她就生气了。当奶妈给2个小家伙投喂胡萝卜时，咸咸仔只允许对方投喂自己，一看到姐姐接过来食物就气不打一处来，直接动手去抢对方手里的胡萝卜。只能说咸咸仔把姐姐当成对手，可对方压根就没在争宠这个赛道上。不过家里总得有熊挑大梁赚钱养家，姐姐疯狂干饭营业的时候，废头子弟弟却追着饲养员求抱抱，对方在外场收拾卫生也要被熊孩子贴贴。奶妈无奈之下只能妥协背起好大。是你的婶婶嘛呀？哎，你个脚你还……盆盆奶环节对蕊蕊仔来说是单纯干饭，可狐妹子小熊却趁机撒娇，一个动作就得到奶妈心甘情愿的抱抱。有点抗拒啥子呀？还有点懵啊。这天奶妈拿着切好的笋笋投喂孩子，可咸咸仔看都不看一眼，还一个劲往对方怀里钻。对于妈宝熊来说，奶妈比笋笋重要，只可惜奶妈主打的就是一个博爱，当着咸咸仔的面也要抱姐姐。宝贝看到此情此景，整个熊都不好了，直接踩着蕊蕊仔的脑袋撒娇。计划得逞后，还不忘按着姐姐挑衅一下。此时的咸咸仔比窦娥都冤，内心 OS 你撒娇就撒娇，关我啥子事？果然熊猫圈的狐妹子传男不传女，姐弟俩算是重走于可于爱的老路了。徐奶爸到底对福宝有多偏爱，才会让他对着医保大叔喊亲闺女名字？哇，医保这个家伙的话，都可以当福宝的爷爷的人。医保看向徐奶爸的表情是满脸不耐烦，内心 OS 喊就喊了，怎么还暴露我的年纪呢？只能说自从福宝来到神树坪后，徐奶爸的眼里已经容不下其他小熊了。每天他早上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回熊猫内舍看自家宝贝一眼。这不早晨来一般就要先看一眼。只可惜此时的福猪猪还没睡醒，老徐看到闺女萌萌的迷糊蛋样子后，还忍不住上手揉揉脑壳，这温柔宠溺的语气让其他小熊感到陌生。你也是没睡醒啊？难怪小福会对徐奶爸撒娇，即便是看到心爱的小苹果也要赖床，非要让他喂到嘴边才愿意。哟，想吃啊？起来吧。都知道福宝打小就很不爱干净，有着青团公主之称的她回国后也是如此。奶爸都看不下去了，吐槽闺女时简直就是操心的老父亲。你看你死，你爸爸睡在一起，你真的是那么多干净地方不去睡觉，睡点干的。还记得神树坪的熊猫集体过生日那天，只有福宝的餐桌上有鲜花，这可是公主独一份的仪式感。不得不说，奶爸对孩子的偏爱太明显。当年口口声声说的一视同仁，忘记了吗？我们单位的饲养员对熊猫可以说是一视同仁，其实每一个熊猫都是宝。对于徐奶爸来说，福宝的确是滚滚中不一样的存在。父女俩冥冥之中很有缘分。8年前就是他将小福的妈妈抬上木架，8年后也是他去机场接宝贝回家。况且身为熊猫圈顶流的福猪猪，还带给了奶爸很多的第一次。还有一件体感就是小福人嘛，从外经历很多个第一次，这些第一次都是他带给我的。说到熊猫的话，话一摸多。聪明懂事的福宝还很依赖奶爸，营业期间会一个劲找他，总是把小脑壳伸进内舍观察，看到对方去隔壁邻居家就疯狂吃飞醋，即便是老徐打扫个卫生，热心市民福猪猪也要主动帮忙。只可惜宝贝闺女越帮越忙了，喊你帮忙，你不是喊你帮倒忙哦。面对如此懂事善良的好孩子，徐奶爸怎么可能会不偏爱呢？
那闲闲仔是靠撒娇拿捏的所有饲养员，铁面无私的奶爸都忍不住和他手牵手。知道的是饲养员宠孩子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教小家伙学走路呢。要知道宝贝前几天还和奶妈腻歪，如今又成功拿捏奶爸。闲闲仔不愧是招人稀罕的体质。当奶爸奶妈纷纷去外场打扫卫生时，小家伙看到后直奔而去，非要帮忙干活，然后趁机和对方贴贴。结果这小子一出手就是大型翻车现场，饲养员也成功被他逗乐，奶妈都忍不住上手摸摸孩子的脑壳。闲闲仔还经常趴奶妈腿上撒娇，即便对方拿着损损投喂，都不能将这小子给哄起来，还得满脸宠溺的抱着好蛋儿。计划得逞的仔仔别提有多开心了。有次奶妈蹲在地上哄滚滚们，闲闲仔却偷偷摸摸的趴在对方背上，非要缠着奶妈只陪自己一个熊玩。其他饲养员带娃要提防熊猫伤人，可奶妈要担心的却是被这小子耍流氓。本想给好蛋儿投喂个损损，结果闲闲仔一个劲对着他亲亲，就连屏幕都装不下小家伙的嘴筒子了。难怪都说这小子和他姐形成强烈的反差。蕊蕊仔抱着竹笋独立干饭时，闲闲仔还在抱着奶妈的腿撒娇，内心 OS 这女人非让我主动。这小子其实还是个妥妥的颜控。闲闲仔经常盯着新来的实习奶爸看，看到对方给自己招手后，宝贝也会特意伸出爪爪打招呼。只要帅气的奶爸在外场干活，这小家伙就直奔而来，对方只能无奈又宠溺的抱着他回家。还记得太老爷前段时间还瞧不上没男熊样的撒娇小熊，给小外孙擦个脸都是直男式，一通操作下来孩子都被整懵了。谁能想到还没过几天，他就沉浸在闲闲仔的温柔乡里，一看到小外孙主动伸手抱抱，宝贝看到对方的示意后直接飞扑到怀里撒娇。太老爷将宝贝揣成一团带走了，他甚至还会拿着水管陪孩子玩水。看向闲闲仔的时候，太老爷的眼神里可是满满的慈爱。或许是因为闲闲仔魅力太强，以至于路过的饲养员都忍不住抱一下，奶爸都被这小家伙压得皱眉头了，也要亲手扛着对方回家，像极了惯着自己孩子的老一辈家长。只能说面对爱撒娇的狐妹子小熊，无论是谁都得被闲闲仔迷倒。小奇迹回国后终于不用再小心翼翼了，整活翻车后立马找家里人求安慰，这还是从前那个怯生生的社恐小熊吗？如今的仔仔不能受一丁点委屈，明明是自己不小心掉下来，结果还要赖木架碍事，一转头就找奶妈。要知道小奇迹留学期间可是看饲养员脸色吃饭的小熊，当外国奶妈拿着食物前来时，小家伙的下意识反应不是凑上前，而是躲在角落，还要假装漫不经心的玩球。对方走远后，宝贝这才慢悠悠的干饭。难怪小奇迹刚回国的那段时间这么乖，不仅主动让王奶爸摸自己的鼻子，平日里吃笋笋也是一点不剩，甚至还模仿起来对方劈竹子分担家务活。饲养员只好尽全力处罚，让流落在外多年的仔仔体会到温暖。当小奇迹躺在地上呼呼大睡时，奶爸会递来笋笋送到好蛋儿嘴边，还经常在不远处陪着对方睡午觉。无论是雪天还是雨天，老王都坚持在外场守护自家小孩。平日里不管小奇迹闯了什么祸，奶爸都会满脸骄傲地夸熊孩子聪明，这小孩从小就聪明。前段时间小奇迹过生的时候，奶爸还扛着摄像机亲自去外场拍照，他对仔仔的爱意是肉眼可见。难怪奶爸一听到游客喊王奇迹，脸上的笑容一点也藏不住，他是真的把熊猫当成自己的小孩主。最令人感动的还得王奶爸，每次下班路过小奇迹院子的时候，都要习惯性看一眼好蛋儿。没想到饲养员能对熊猫这么依赖，而狼奶妈更是让仔仔体会到母爱，时时刻刻都注意着毛孩子的一举一动。小奇迹呼呼大睡吐舌头的时候，他看向小奇迹还忍不住露出慈祥的微笑，毕竟奶妈曾说过熊猫就是自己的孩子。我照顾大熊猫跟照顾儿子都差不多。那个熊猫不熟悉我，我也不熟悉它，可能我会花一点时间呢，把那些食物切得很小很小一块，坐着慢慢喂它，慢慢喂它。正因为两位饲养员日复一日的守护，终于让小奇迹明白自己不再是没有家的孩子。放飞自我的他性格变得愈发调皮爱玩。小奇迹不仅喜欢在大半夜拆家，就连外场的树也被他薅秃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要备战奥运呢。这小子还经常化身小醋包，只是因为奶爸看了其他小熊一眼，仔仔就疯狂吃醋生胖气，不是疯狂制造噪音打扰他们，就是不理会王奶爸让对方来哄。回家的孩子怎么能不幸福呢？感谢王奶爸狼奶妈对小奇迹的爱护。见过比大学生眼神还清澈的国宝吗？胖大海从小到大都不是一般熊，小时候的他委屈巴巴躲在墙角，长大后苦学技术编鸡笼，明明体型壮如一座山，却喜欢对着奶爸奶妈撒娇个没完。事实上，这小子从刚来到这个世上，就注定他有着不平凡的一生，不仅用一声狗叫震惊奶妈，还是同龄滚滚们中与众不同的存在。别的小熊猫都是白白净净的毛绒玩具，唯独胖大海又红扑扑又大，都把小家伙尴尬到缩头缩脚。内心 OS 我要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小一点。或许是因为格外显眼的身材，胖大海察觉到自己格格不入后逐渐内向，性格孤僻的他总是独自一雄行动，经常蹲在小墙角玩妈妈的青团，即便弄得满身都是疤疤也是笑嘻嘻的。难怪这小子人送外号史大海。然而看似是个爱熊的胖大海，内心却是妥妥的搞笑男。当奶妈在打扫卫生时特意给他唱歌。
宝贝原本还想给对方个面子，即便自己困到睁不开眼，也在极力佩服。或许是因为奶妈的歌声太魔性，宝贝到最后装都不愿意装了，直接向后一倒，装作呼呼大睡的熊样。当其他熊还在吃竹子的时候，胖大海已经用竹子掌握好几门手艺活，不是背着竹笼找饲养员要零食，就是化身包笋机器。只可惜包完的笋子全进了妈妈英华嘴里。亲妈粉至今没想明白这小子为啥胖，不过英华在关键时刻还是很爱孩子的。每当调皮的胖大海爬树看风景，他就待在树下默默等待着接好袋回家。宝贝看到英华后也会马上下树，母慈子孝的画面令人倍感温馨。只可惜没多久，中心爆发犬瘟热，北洞担心小家伙的安全，便提前召回。刚满1岁的胖大海就这样离开饲养员和妈妈，独自远赴北洞。久久没有适应新环境的他，总是躲着新饲养员孤零零趴在树上，直到隔壁的阳光开朗大男孩的出现。这小子整天被萌兰缠着唠嗑，对方还投喂过新鲜竹子。原本还内向拘谨的胖大海逐渐被治愈，宝贝不仅学会了萌兰同款咬手手，还化身北洞第一显眼包。平日里不是对着姨姨们疯狂扭屁股，就是和院子里的乌鸦斗智斗勇。自从不速之客弄坏自己的阿贝被胖头鱼后，胖大海就彻底和恶霸乌鸦结下梁子。每当发现对方来自己的院子，他就打起12分的精神，恶狠狠盯着，总感觉这小子下一秒就要扇过去了。胖大海简直就是天选搞笑熊，从小到大的熊生履历都很精彩。那外公满眼心疼摸着于爱的小脸，才发现他早已把滚滚们当自家孩子宠。这天小爱被外场的丰容划伤眼睛下面，虽然经过治疗问题不大，但外公还是不放心，在外场陪了很久，临走还不忘摸摸小家伙的头安慰。当于爱躺在木架上呼呼大睡时，外公怕孩子饿肚子，又怕打扰到孩子休息，于是小心翼翼叫醒宝贝起床。难怪于爱满心满眼都是外公，就连刚刚得到的竹笋，他也会亲手剥好皮送给对方。到底是谁说熊猫不知道表达爱意？小爱也在用实际行动回馈外公的爱，而爱姐的双胞胎哥哥于可也是外公放在心尖尖上的小熊。有次于可准备表演杂技，结果一不小心从木架上掉下来，外公深知这小子有多重，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冲了上去，脸都憋红了也要扶起孩子。他平日里还经常帮两小只荡秋千，手里不忘拿着果果投喂，宠于可于爱的方式简直就是老一辈溺爱，并且外公永远是平等爱护每一位熊猫。另一位小外孙也是他看着长大的，王小五还是个小豆丁的时候，就被外公亲手抱着出门晒太阳。如今的他已经1岁多了，还是那个经常求抱抱的撒娇小熊，不是缠着外公耍赖皮，就是跟在对方屁股后面。有时候外公没来得及接孩子回家，对宝贝孙子愧疚万分，一大把年纪的他跑着也要去接对方，还得摸摸头安慰小五好长时间。外公照顾这仨小孩子的同时，也没忘记去隔壁陪莽晨晨、莽星星玩，不顾危险也要去外场带着兄弟俩跑步锻炼身体。四喜丸子小时候也被他照顾过，外公还亲自给这群小家伙上体育课。他有一次不小心摔倒了，四小只还立马模仿起来外公的姿势。一人四熊的相处不要太有爱，而外公之所以这么疼爱自家小孩，归咎到底还是爱屋及乌。要知道他0几年就去虫洞养大熊猫了，小家伙们的老妈全都是外公带大的，二顺打小就被他捧在手心，即便是出门遛弯，外公也不舍得让宝贝闺女走路。他看向莽仔的时候也是满满的深情，这眼神都把妞妞给盯害羞了。兰香虽是半路出家去虫洞，可外公对她的爱护一点也不少。已经成年的兰香嫂子还能躺在椅子上被外公投喂，外公把自己的大半辈子献给了国宝，这才是我们应该追的熊猫饲养员。看到黄脸奶爸温柔地帮萌二擦脸，才明白二小子为何离不开他。每当萌二吃醋生胖气时，奶爸又亲又哄，还得帮忙按摩。宝贝干饭也有他也在一旁温柔擦嘴，可见黄连对萌二的关心程度不一般。平时只顾着看父子俩相爱相杀，却忽略这小子拿捏奶爸的真实原因。黄连从几年前开始照顾萌二，即便宝贝在之前也有非常信任的饲养员，奶妈帮这小子给飞云提过亲，其他奶爸一言不合就给他一个亲亲。可这完全不耽误萌二喜欢黄连奶爸。要知道宝贝的螨虫眼需要经常上药，这对其他饲养员来说惊险万分，万一他在涂药期间发生应激，难以想象饲养员会受到什么样子的伤害。但黄连奶爸却得到萌二的充分信任，所以他一开始都是用手帮好蛋涂药，只可惜被不良游客投诉后改为毛笔上药，并且萌二还特别喜欢跟阿莲撒娇。二小子一出外场就撒欢似的疯跑，没一会就将穿上黑秋裤化身采矿工，宝贝还偏要走到奶爸面前，一抖将灰尘全洒在对方脸上，但黄连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嫌弃。当宝贝坐在门口抱着竹笋大快朵颐时，黄连奶爸也要在一旁陪着。他看着对方的大脑瓜，还忍不住上手去握。即便是游客称萌二是黄连的儿子，奶爸也能很自然的接话。你儿子又没找着。看来他是真的将熊猫当成自己的孩子养。别看萌二平日里看起来高冷，
可这小子却比他弟弟萌兰还会撒娇。正当父子俩温馨互动时，宝贝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异响，吓得赶忙起身。奶爸则在一旁摸摸好大儿的脑瓜，用自己的方式让对方安心。萌儿也伸出小爪爪回应安慰自己的黄连。这天萌儿正拿着竹笋对着观察区干饭，奶爸也满脸深情望着好大儿。父子俩的对视的这一眼，就能看出他们之间的感情绝对是双向奔赴。正因为一向聪明的萌儿感受到爱，才会让这小子愈发调皮。北东这么多饲养员，却偏偏欺负奶爸。他可以无所顾忌地对黄连翻白眼，也会生胖气不理对方，还经常坐在树上让奶爸给自己送外卖。调皮的黄连经常拿雪球砸好大儿，吹吹耳边风更是常有的事，甚至有事没事抠抠对方的脚底板。别看这小子爱搭不理，但二小子看不到黄连奶爸的时候，却独自一熊坐门口疯狂思念。相爱相杀的父子俩感情很特殊，但萌儿和黄连奶爸却比谁都要爱对方。看到小奇迹当着狼奶妈的面拆家，才发现宝贝回国后有多么恃宠而骄。这小子光天化日之下就开始欺负小树，直接冲过来将塑料保护膜撞坏。暴脾气的他还拳脚相加，对着自己看着不顺眼的塑料膜哐哐几锤。在不远处目睹全程的狼奶妈怎么喊都阻拦不住一心拆家的小奇迹，就连王奶爸的面子他也一点不给。只见仔仔熊熊碎碎的扒着门缝望了一眼，确认里面没人后，就是一整个放飞自我，不仅像两脚兽表演跑着翻滚的杂技，还凭体重压死一棵树枝，甚至还爬上像云端躺着蹦迪。知道小奇迹的性格调皮捣蛋，但没想到他释放本性后会这么离谱，而奶妈却对好大儿近日的种种变化很是欣慰。活泼一点好。谁能想到小奇迹半年前还是个社恐小熊呢？是奶爸奶妈无止境的疼爱，才让这小子体会到家的感觉。要知道，饲养员投喂大熊猫时，大多数都是扔到外场，可王奶爸却给了宝贝独一份的偏爱。他不仅提前去外场认真摆放食物，就连加餐也要将竹笋温柔地放到宝贝身边。当活泼的小奇迹好不容易消停下来，奶爸还没来得及加餐，就听到游客嫌弃宝贝情绪低沉。一向好脾气的他却没忍住回怼，护着小奇迹。有点低沉。是呀。你不要这么解读他。王奶爸也很照顾好大儿的情绪。这天，小奇迹在外场独自一熊生起来闷气，宝贝是肉眼可见的不开心，原本笑眯眯的小脸都皱成一个囧字。小家伙气呼呼的样子被奶爸看到后，他第一时间去外场看孩子，足以可见王奶爸对小奇迹有多么关心。而狼奶妈对小奇迹也很在意，经常为孩子准备超大号的水果拼盘，在场外一脸宠溺望着对方干饭，还不忘掏出手机记录下好大儿的幸福瞬间。每当小奇迹睡懒觉不愿起床干饭的时候，奶妈就亲自来到外场喊宝贝出门，她的声音都不知不觉地变成温柔的家族。喂，你在做梦吗？夏姐姐，夏姐姐，不要睡懒觉咯，姐姐。这可是小奇迹半年前想到不敢想的待遇。对于小奇迹的拆家行为，一向宠孩子的狼奶妈非但不会责怪，还耐心帮宝贝种树。她一大早就独自一人去外场干活，只能说小奇迹能拆家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原来奶爸奶妈的宠爱才是罪魁祸首。看到雷达奶爸不顾安危去内场关心灵言，才发现后爹对他的爱一点也不少。正在驱虫的胖妍很不舒服，平日里活蹦乱跳的他却蜷缩着身子，看在眼里的奶爸焦急万分。明知有危险，但他还是没忍住踏进内场。要知道灵言还有个很喜欢的鱼奶爸，等到对方离职后，他才被雷达奶爸全权照顾。即便父子俩没有朝夕相处，但这位新奶爸却将胖妍当成自己的孩子宠爱。别看他经常在网上曝光好大儿的黑历史，可雷达奶爸却为了灵言，穿着宝贝最爱的猛男粉打扫卫生。当灵言上班期间美滋滋干饭的时候，奶爸就趴在门口给对方拍照。虽然雷达奶爸和这小子抬头不见低头见，但对于满心满眼都是灵言的他来说，怎么都看不够。都知道胖妍的粑粑产量惊人，但奶爸却一点不嫌弃，直接上手帮好大儿收拾青团和红薯。只要灵言大冷天在外场撒欢玩雪，奶爸就忍不住关心孩子。热不热啊？他说出的这话像极了唠唠叨叨的老父亲。雷达奶爸总喜欢将自己的爱意藏起来，虽然在表面上经常烦熊，可他一有时间就去内场，经常在一旁默默注视着好大儿有没有乖乖吃饭。难怪灵言会这么恃宠而骄，这小子一言不合就让奶爸化身按摩师傅。宝贝早早坐到门口调整坐姿，满脸得意等着对方给自己挠痒痒。灵言按摩结束后还不忘给游客们炫耀，像是在嘚瑟我有奶爸帮忙按摩你们呢。这天胖妍化身小懒猪，一上班就呼呼大睡，奶爸只好亲自前来喊孩子。
不管他拿竹笋诱惑还是把嗓子喊冒烟，一心只想拿捏奶爸的林岩依旧是不为所动。直到奶爸离开后，计划得逞的他才开始深深懒腰下木架，继续去干饭。当林岩晒着太阳呼呼大睡时，奶爸本想喊对方下班回家加餐，却不料自己永远都叫不醒装睡的好孩儿。这小子还将耳朵捂起来，宝贝主动的就是一个耳不听心为净。虽然林岩总喜欢逗雷达奶爸玩，可他也是打心底里喜欢对方。原本还在营业的胖岩看到奶爸的身影后，直接撇下游客一路小跑赶来，还主动趴在玻璃上一个劲，想要和对方贴贴。宝贝玩玩具时不小心被轮胎撞到屁股，委屈万分的他也是第一时间去门口找奶爸求安慰，而对方直接拿来一大根竹笋哄孩子。谁能不被父子俩双向奔赴的爱感动呢？林岩和雷达奶爸才是天下第一，好吧。